不知道这个房子里面啊有没有人？看上去蛮黑的。哇，周围好多蜘蛛啊！搞定。啊，捡到了！刚才我正在拍的时候啊，我突然一看，有一个吸血的那种还蛮大的，不知道是什么虫啊，这么大的一只，突然吸在我的手上。你看这里还有血印，正在吸血。哇！我突然一甩，就把这个遥控器啊甩到地下去了。不过还好啊，没有进水，有惊无险。现在手都有点肿了，你看。哎，确实，红的还有血。哎，不知道什么吸血虫啊。走了快2个小时的时间啊，现在总算是来到这个高山极落了。你看这四周啊，四面环山，风景特别的秀丽，而且空气啊也是蛮清新的。周围呢就是一条小溪啊，贯穿了整个极落吧，就像来到了世外桃源一样。没错，怪不得有人啊把这里称作为天空之城，而从这里都能看到这个村庄的一些房子了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你看这座桥啊，是不是还蛮独特的？它和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个桥还不太一样，是木头还有这种钢架呢架在这个地方的。一个是比较古老的桥，一个是稍微现代一点的桥，而对面呢就是农田吧。看这底下。
这里还有另外的一座桥，看是这样的，水很清澈，周围有不少的建筑，看这边也有，建筑也是古香古色，都隐藏在树林当中。这树林是不是修剪得还蛮不错的？就感觉好像还有人啊住在里面一样。这里还有一辆小货车，看来很长时间啊没有人来开了，这轮子都扁了。上面写上了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应该是才来上过坟吧。不知道这个房子里面啊有没有人？看上去蛮黑的。这里面有很多的木材，应该是小型的一个伐木场，又或者是一个仓库吧。里面的建筑啊，全是木质的。那边还有一些作业车辆，不过特别的小，在这里包起来了。过去参观一下。哇，你看你这里的这个石桥啊，都已经坍塌了，这可能过去有点危险。上面有一栋比较古老的那种茅草房一样的民家吧。四周散发着一股清香，你看周围有很多的花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一下。你看，在这个村落的周围啊，全部是茂密的森林，而曾经呢，还说在这附近啊发现过熊，所以现在走在这个路上啊，还真不知道这个熊会不会突然一下就冒出来。这房子都关得严严实实的，你觉得里面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哎，但是据说这些村民啊，他们应该会定期或说是定时吧，来到这里呢，来修缮他们自己的房子，所以才得以让这个天空之城啊保存得这么完好吧。
前面好像又是一条小路了。你看这里又有另外一座桥，这边的桥啊都是蛮独特的，而这座桥应该就是进入森林了吧？里面茂密的松树林啊，看进去非常的黑。这条小路看上去啊，还蛮悠长的。水里面好多的鱼。哎呦，它还可以这样滑上去啊！哎，这是一个上坡，我们滑不上去啊，太重了。嘿，这边是另外的一铁桥，架在这里的，看上去啊，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。周围的道路呢，感觉还是有点错综复杂。因为它有很多的那种小道，这里好像又是一个什么遗迹了？这什么地方？是一个小学。小学啊！这里上面写上了高原小学校记，昭和52年10月即日。哦，那应该这就是这个高山极落当年小学的遗址了吧？你看现在啊，就只剩下了这个石碑，还有2根立柱了。据说呢，在当年的时候啊，这个小学呢，它最鼎盛的时候，人数大概有40到50个学生，而到了上世纪大概70年代的时候啊，就只剩下了1个老师和1个学生了。这让我想到了上一次啊，我们去探寻的那个坂本小学，还有江草小学啊。你看，在坂本小学里面，教室里面就只有1个课桌，是不是还蛮凄凉的呢？而现在呢，不难发现啊，整个学校的这些建筑啊，全部都已经垮塌了。所以，也不难发现的是，这个学校它的历史啊，应该有很长了。这里又是一座桥，这座桥的名字叫做学校前桥。比较小。哦，这个树林里面啊，你看有一栋建筑，隐藏的有点深啊。同样也是这种木桥吧，
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稍等一下，我看这个木板应该比较结实。哇，什么东西？青木。日式的老宅啊，连这里面的空间呢还蛮宽敞的。这边是另外一栋，这是关掉的。你看，在这个桌子上面啊，放了好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现在都已经腐朽了。哇哦！你看，在一个阁楼里面啊，卷了好多的锯子，这应该是一个农作间吧？这边也同样堆放了许多的木材，也有点像是一个杂物间之类的。走，去那边看一下。这栋建筑看上去还蛮新的，应该是后面粉刷过。老式的木门，哦，这边是开着的。放了很多的镇痛消炎剂，一些药品。那边的木板啊，已经都坍塌了。上面也应该是一个阁楼吧。看这阁楼，里面感觉看上去啊，还是比较的古老。这种老式的木箱，就是一个杂物间。这边有很多的书，东洋史教科书，人间革命，
这里还有一个像宝箱一样的东西，是打开的。区区吗？非常的大。这里好大一个箱子。里面好像是放了一些布啊、衣服什么的。这有一些老式的灯，还有一些装饰品。周围就是这样的，走，进下去。上面还没有蝙蝠。对，上面确实没有看到蝙蝠，在下面的，稍微注意点。来，你先走，我给你找到。就是一个杂物间。开了。这里面的空间啊，其实蛮狭窄的。它的外面呢是一圈走廊，里面啊就是这种榻榻米的一个客厅吧。你看中间这里有一个对坐的座椅，墙上有一幅绘画。这里好像还有一个什么矿石之类的一个摆件。日式吊，哦，这面具嘛，日式的面具。空间非常的狭窄，日式的吊灯。吸尘器。这边就是上2楼的阶梯了，小心点，到处都是蜘蛛啊！这个阶梯啊，特别的陡峭，不过状态还不错。地上非常的脏，到处都是一些昆虫。2楼也是这种榻榻米的草席，你看这里面空间啊，和1楼完全是一模一样的。周围有一些摆件，这是一个西洋钟，时间就定格在了12点钟。周围还有一些花卉，里面是一些杂乱的物品。有一个木板，上面雕刻了一些文字。
以前的人啊，就居住在这样的地方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还挺惬意的。比较惬意啊，我觉得四面环山，而且周围还有小溪。平时起来以后啊，拉开窗帘，看外面，漂亮的风景，是不是还蛮不错的呢？嗨，而现在应该是很长时间啊，没有人来打理了，所以这地上啊，到处都是这种昆虫的一些尸体吧。这雕花挺漂亮的。日式的木门。好，走下去了。这边又是一座桥，你看这建筑啊，已经非常的破烂了，而且特别小。走，往前面再去看一下，周围散落了很多的物品，这应该是过去也有建筑在这里吧？先坍塌以后，就这样的模样了。看来这个高山极落，它的这规模还蛮大的，这分了好几个区域。开始以为就在前面就结束了，结果没想到啊，这条路上处处都有建筑。你看这里面啊，其实挺阴森的。你今天又开始变天了。刚刚还不时的在下雨，不过下的倒不是很大。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是不是有一点阴森？确实是挺恐怖的。如果是晚上的话，你敢不敢一个人走？不敢。哈。这是小溪。这里也是拦起来的通行禁止，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啊。
这个废弃的古村落，没想到里面竟然还有这么多漂亮的老房子。这与我们以前去探索的那些废弃的建筑、废弃的老宅啊，那是完全没法比拟的。而且你看啊，整个古村落呢，它的规模还蛮大的。从这里啊，一直进山，大概还要走2到3公里啊，还有其他的区域。不过刚才啊，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啊，在那个山林间，突然就开始下大雨了。对，而我看到这个时间啊，已经不早了。你看，现在都已经4点半，我们还得下山，因为下山还得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去坐那个末班车，要不然今天真是没法回去了。所以只能是走到一半呢，就折返回来，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吧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在这里才能真正的看到这些古村落。真正看到古村落，对，没错。这与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些可能假古镇啊，或者说是那种人造古镇吧，那真是没法比拟的。好吧，那这里啊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三，我是小思。现在呢，我们在日本的高山极落。那我们的旅行啊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好，走。哦，拿滑板。哦，滑板忘记拿了。这个工具要是没拿的话，这就没法下山了。好，出发。现在感觉马上又要下大雨了。